后好不容易尽些晚膳，却被青音姐姐败了胃口。今日下午还有好几个时辰的哀仪，青音姐姐是想让太后饿着身子熬在那儿吗？臣妾有失，甘愿受罚，还愿太后顾及凤体，多敬一些吧。皇额娘，民以食为天，米为食之主，就是因为米是最养人的。先帝在世时最爱喝米粥，你也尝一尝吧。罢了。说来呀，这一饮一食能有多大讲究？无非是审时度势，不要自作聪明罢了。儿臣明白。起来吧。臣妾谢太后。都烫红了，太后的心也太狠了，只是一碗汤而已。你今儿是怎么伺候煮的？是我伺候太后不小心弄伤了自己，不能怪索性。那也是索性没护好煮。你去外头思过去。是。阿若，索性是前邸里从了新字辈的大丫头，你说话也得留意些，别总是颐指气使的。奴婢不过是觉着，索性不是咱们府里陪嫁来的，没有那么亲近。你和索性都是跟着我的，往后在宫里过日子，你们两个若不好好相处，日子怎么过？你这脾气是得改一改。可奴婢就是这么个心直口快的性子，太后今儿有点太欺负人了。不过皇上心里是疼您的，这不急急就让李公公送了烫伤药来。奴婢看呀，等回头进了宫，或是老主子出来了，皇上怎么也得给您封个贵妃、皇贵妃的，到时候太后就不敢这么欺负您了。刚跟你说了，说话要留一些，倒是越说越没分寸了。太后也是你可以胡乱妄议的嘛。若是让旁人听见了，你有10条命都填不满。奴婢也是心疼主嘛。是，奴婢知道错了，以后不敢了。还疼吗？疼。弘历打算什么时候放我出去，尊我为母后皇太后？您一定要做母后皇太后吗？宫规祖制在此啊，先帝不曾废后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母后皇太后，我该住慈宁宫去。住到慈宁宫之后呢？就跟钮祜禄似，再分个输赢。争斗不休，总会伤着自己的。我哪怕遍体鳞伤，我都要跟他斗到底。青莹，你要跟姑母一条心，你要让弘历早点放我出去。皇上倒已经很为难了。你这是姓乌拉那拉还是爱新觉罗呀？我是心疼您。你要是心疼我，你就应该知道，姑母此生唯一所望，就是跟先帝生同亲，死同血。先帝已经弃绝您了，亲口说了生死不复相见了。他不见我，我就去见他。他弃绝了我，我绝不会离开他。青莹，我只有成为母后皇太后，才能跟先帝生死相依。这个名分，我一定要争。你起来。
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，该怎么办？你明白吗？明白了。皇上，金主儿来了。皇上，坐吧。这么晚怎么来了？臣妾知道皇上一定还在为姑母的事烦忧。朕也希望这件事情尽快有个决断。只是礼法和孝义，终究难以两全啊。皇上，臣妾想求您一件事儿。你说。能否让姑母去行宫颐养天年？你这么想的？如果您以太后的身份在行宫供养姑母，哪怕暂时不要给她名分，您对那些尊嫡的人也可以有所回应。然而对那些阻挠姑母尊封为母后皇太后的人，他们看姑母离开了紫禁城，又未被尊封，想来他们也不会说什么了。至于太后那儿，臣妾也想过了。若两宫太后在紫禁城并立，这二位老人家争执了一辈子，日后也难免两相里不容，后宫不宁，皇上也烦忧。不如让姑母去行宫安养天年，避开太后也是好的。你说皇帝已经暗中安排人去行宫排布事宜了？是，清福晋才离开养心殿，皇上就派人去了行宫收拾殿阁，亦应按太后安养布置。荒谬！难道皇帝真要乌拉那拉氏为母后皇太后吗？就算换了地方，离开紫禁城不与您同尊，可母后皇太后就压了您一头啊！这种主意，定是青樱那丫头弄鬼出来的吧？景仁宫与清福晋这般里应外合，皇上还年轻，难免不被清福晋这个宠妃说动啊。早知道，当年就不该留着青樱。明日丧仪之后，你让他来找哀家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被福家换来了永寿宫，你怕不怕呀？被太后召唤，臣妾怕的是侍奉不周，未能替皇上尽一份孝心。你的孝心都进去了景仁宫吧？太后，请恕臣妾冒昧。景仁宫是臣妾的至亲，臣妾不能不去看望他。就是去看看。臣妾也求了皇上，让姑母去行宫颐养天年。痴心妄想！你是觉得，你如今可以仗着皇帝对你的那点情分，来压哀家了吗？太后，臣妾没有这个意思。臣妾只希望姑母能安安生生地活下去。安安生生？没有名分，你姑母会安安生生地走出景仁宫，去到行宫？乌拉那拉氏有你这个希望在，你觉得你姑母会安安生生吗？你要你姑母活，可以。除非他没了你这个倚仗，哀家倒可以给他一条活路。如今正是先帝丧仪，丧仪过后，你自寻了断。
你不求哀家开恩饶恕？太后发落赐死，自然主意已定。臣妾知道求也无用。你要不死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哀家可以给你一条路选。乌拉那拉氏，有你姑母，便没有你；有你，便没有你姑母。若是臣妾死了，您可否圆姑母和先帝合葬的心愿？你倒真有孝心。只要他在行宫安分养老，哀家许他和先帝合葬，只是没有名分罢了。多谢太后。不过，皇帝若是知道你今日与哀家所言，你姑母便会和你一样，活不得了。臣妾明白，多谢太后。庆如大约是去了养心殿了，他该不会说出什么吧？景仁宫的事情呢，朕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，只是没想到风声传了出去，朕呢还得要顾及皇娘的心意。为了安抚皇额娘，也为了你姑母来日能好好颐养天年，按太后奉养她的事，朕还得慢慢安排。皇上的难处，臣妾都明白。臣妾是替姑母难过。你放心，朕会将景仁宫移至圣经旧宫，好好安养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他只是缺了一个名分罢了。后妃与君王失和，吃苦的肯定是他们自己。还请皇上顾怜姑母，不要让她在圣经旧宫吃苦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你放心，朕呢，每一次去圣经，都会带你去探望她，平时也会派人多多伺候她。臣妾多谢皇上。你要谢啊，就别嘴上说说。朕惦着你的暗香汤呢，什么时候给朕再做一碗？梅花都没开呢，怎么做暗香汤？朕知道你喜欢梅花，秋天过了就是冬天，会开很多梅花，到时候多做几碗给朕喝。你不答应朕啊？臣妾答应。你怎么了？臣妾只是想起与皇上初见。当日咱们一起听了一出墙头马上。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即断肠。朕记得，景，你和朕是年少情谊，虽然没有成为嫡父间，
但你和朕的情谊是谁也比不了的，知道吗？臣妾明白。皇上，如果日后臣妾不能日日给您请安，臣妾也会永远祈佑皇上龙体康健，事事顺遂。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来，你今儿个是怎么了？啊？不过朕也明白你姑母之事。一个女人为了名分，一生悲苦。朕明白你，朕和你一样怜悯你姑母。姑母知道你的性子，你必然会护着我，你会舍去自己的性命，保住我的名分。可是你葫芦氏从来就是要我死，你死了有什么用？再说你死了，你心爱的弘历会放过我吗？啊，会让我翻身吗？就算他顾及到我是你的姑母，可我是堂堂大清的皇后，我怎么能够在钮祜禄氏的鼻息下没名没分、苟延残喘？姑母必须得死，她才会让你活下去，你才能够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耀。姑母，你已经有了皇上的眷顾，你是乌拉那拉氏唯一的指望，你要得宠，你要做皇后。可是姑母，我从未妄求皇后之位，我只想跟皇上恩爱长久。你心里有弘历对吧？难道不想跟他生同寝，死同穴吗？你只有成了他的皇后，才能跟他生死不离呀。可是富察氏是一个好福晋，她将来也会是一个好皇后。庸庸碌碌，没有心气，乌拉那拉氏怎么就出了你这样一个女子？姑母，姑母，你怎么了？福上，福上，你怎么了？钮祜禄氏给的这碗毒药，不为毒身，只为毒心。这宫里，哀家只能允许有一个乌拉那拉氏，这也是哀家最大的宽容。青莹啊，你要看着我死，证明我不是卑鄙自裁，而是有份报比，怪不得任何人。可是姑母，你分明是被太后逼死的。眼下你我都已无力反驳，你要活下去，你连恨都不要有。你不仅要让钮祜禄氏不杀你，还要让他成为你的助理。你要当皇后，才是为我报仇，更是对我的报答啊！你比我幸运，你已经有皇上的宠爱，千万不要像姑母这样成为一个弃妇。青莹，乌拉那拉氏已经有一个妻妇了，
再不能受第二个欺负了。